今天的曼城关键时刻终于咬住了，比赛打得非常辛苦，但凭借着塞门约在47分钟的进球，客场坐镇的曼城在利兹联队以最小的代价拿到了3分。第47分钟，埃特努里在禁区内左路传中，塞门约一个门前铲射。曼城的比赛每次下半场踢的是太差了，最后的20分钟总是非常紧张。所以老问题，上半场总是踢得很好，下半场总是很刺激很惊险。全场比赛打完，利兹联队只有1/3的控球率，但射门次数14次和曼联持平，角球数5个，还超过了曼城。想想本赛季的下半场，曼城好像进球真的很少。虽然比赛最后踢得很难看吧，但最后总是顶住了，自信心也是有说法的。这一批球员就像瓜迪奥拉说的，跟上赛季已经不一样。主帅瓜迪奥拉在欧冠淘汰赛抽签再战皇马之后，他在采访中说，我们本赛季会比上赛季准备的更充分，上赛季我们曼城完全没有准备好要和皇马竞争，皇马当时的表现好太多了，但本赛季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势头已经越来越好，希望这一次对阵皇马时也能拿出更棒的状态。所以换个角度想，现在的曼城在今天能够1-0顶住最后20分钟，说明这一批球员真的找到了过去4连冠时候的感觉，怎么说4连冠都能够有些积淀。所以本场对利兹联队的1-0是曼城球迷看得最紧张的一次。反观利兹联队，他们在法尔科的带领下今天能踢得这么好，感觉最后的保级战没有问题。现在他们多赛1轮的情况下领先托特纳姆热刺2分，但最后的10轮我感觉热刺还没有利兹联的后劲足，而诺丁汉森林问题也不大，所以最后的保级大战，热刺、西汉姆联和伯恩利这3个队应该会有2个降级，也就是说铁锤帮西汉姆联将和热刺进行火并。但是今天的比赛结束后，利兹联的主教练法尔克被主裁判出示了红牌，这是因为比赛哨响之后他进入球场和裁判进行对峙。本赛季的英超综合来看，在曼联、曼城、阿森纳、利物浦的试金石面前，许多主教练像法尔克格拉斯纳伊劳拉、弗兰克还有努诺、勒布里都是有水平的。喜欢本节目，欢迎您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请记住，一定要点一个订阅，再点开那个小铃铛上的全部，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收到咱们分享的视频。而输掉这一场比赛，今天利兹联队最大的抱怨是在最后时刻，曼城的多纳鲁马有拖延时间的行为，所以主教练法尔克有些激动，想上场向主教练询问情况。另外，萨维尼奥今天替补出场了22分钟，上了跟没上没有什么区别。直到他的战术犯规，我们才发现萨维尼奥原来在场上真的，这家伙10几分钟一个镜头都没有，甚至没有马尔穆什有存在感。最后时刻换到右边来防守，才勉强起了点作用。也不知道同样都是巴西边锋21岁的萨维尼奥最后踢不踢得出来。总之本赛季联赛踢到现在，萨维尼奥只有0个进球1个助攻，上赛季呢他是1个进球8个助攻。我总觉得如果热刺老铁今年夏天还要买，赶紧打骨折给送过去。前段时间巴塞罗那为了和曼联的拉什福德的事情压价，竟然传出来愿意在今年夏天引进萨维尼奥，这种假新闻但凡今年看过英超比赛的球迷都得笑。不过搞笑的是在今年冬窗曾经有消息，热刺想要萨维尼奥或者马尔穆什的其中一人，萨维尼奥还会更贵一些，马尔穆什的估价是6000万欧元，萨维尼奥是7500万，唯一的区别就马尔穆什27岁，萨维尼奥只有21岁。怎么说呢，马尔穆什30万的周薪，有些时候咱们也不能把热刺当纯傻子。好，现在塞门约来了曼城也快1个月了，基本被同化的差不多了，在场上发挥也是4个字，瞎鸡巴踢，真是各种对抗停球失误，完全没有了刚来时候的经验。但好歹今天是进了1个球，继承了过去萨拉赫的攻势，全场可以隐身，最后上半场补时的时候来一脚，那球迷想骂的话也得硬生生憋回去。就靠这唯一进球，塞门约竟然当选了曼城全场最佳球员，这靠的是什么呢？全靠同行衬托。说实话，今天比赛伯纳多、席尔瓦或者罗德里的作用更大，没有这俩，曼城还真扛不住上半场和下半场最后20分钟利兹联给的高压时刻。在防守端，毕席尔瓦和罗德里几乎全场到处补位，进攻端他俩也要负责出球，可以说是完全燃尽了自己，也包括莱因德斯和萨维尼奥。本场比赛曼城球员的防守积极性拉满，防守端各自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曼城以残阵在利兹联的主场能赢下一次真不容易，本场比赛就纯粹是靠球员的个人能力和精气神给赢的，而真正零封不丢球的功臣还是多纳鲁马。
大巴黎没了他，今年连联赛冠军都保不住。而曼城有了他，起码能够在阿森纳身后紧追不舍。多纳鲁马在曼城的门前一个字稳，特别是最后20分钟在满压力下的运转真是硬。多纳鲁马在曼城的周薪达到了25万英镑，你说高不高？确实有些高，但是从比赛效果来看，没有1分钱是多拿的。顺便咱们也把本赛季英超周薪最高的球员榜单公布一下。哈兰德 52.5 万，萨拉赫40万，卡塞米罗35万，范戴克35万。以下依次是萨卡、B. 费尔南德斯、拉什福德、比席尔瓦、马尔穆什、哈弗茨、伊萨克、热苏斯、迪亚斯、多纳鲁马、里斯詹姆斯、萨里巴、斯通斯、赖斯、厄德高和赖因德斯。这里面迪亚斯是曼城的鲁本迪亚斯。咱们可以比较一下巴塞罗那，如果按英镑来排周薪，排名第一是38岁的老莱万35万，德容32万，18岁的亚马尔28万，特尔施根28万，拉菲尼亚28万，孔德26.3万，法蒂23.5万，拉什福德23.5万，佩德里21万，奥尔莫21万，阿劳霍21万，费兰托雷斯17万，加维16万，克里斯滕森15万，埃里克加西亚13万，菲尔明12万，霍安加西亚11万。所以一个球队队员的实力有时候不是看转会费，而是看球队的工资排行榜。就像这个英超前20位周薪最高的球员当中，有7个都是曼城的，而阿森纳有5位，曼联有3位，利物浦有3位，切尔西就只有1个里斯詹姆斯。所以这也就能看出来英超 Big6 各自的运转模式不同。切尔西很明显走的就是年轻球员长约低工资的模式。至于托特纳姆热刺就跟榜单上的情况一样，他们在 Big6 里面已经近似于隐形了。好的，今天利兹联队他们的2月赛程总算是熬过去了。这个2月他们打了切尔西、阿斯顿维拉还有曼城2平1负，但赢下了诺丁汉森林的保级关键战。中间也有许多争议的判罚，但是能够看出来法尔克这个主教练再加上利兹联队真的他们都在进步。法尔克是一位可敬的对手，就这么发展下去，未来 Big6 强队的主帅必定有他。老 K 现在唯一搞不清楚的就是托特纳姆热刺啊，不知道在干什么，既要请回来过去的波切蒂诺，还想请回来过去的旧将阿里，乱七八糟的不知所云。这过去2个赛季弱队里面已经被证明过的这几个好教练，随便你请一个都行啊，给予充分的信任，怎么也不会年年都是16、17名吧。对了，今天踢了70分钟的尼克奥莱利受伤下场，最近他的状态是极好，英格兰国家队必定有他的位置，希望不要有事啊，这要是真伤了，英格兰的世界杯也受到巨大影响。好，另一方面，利物浦最近回暖，主场5比2战胜了西汉姆联。开场仅仅5分钟，利物浦在角球制造了混乱，埃基蒂克在禁区内打近角得手，果然刚刚表扬了他们的定位球，利物浦就又进一个。第24分钟还是角球，索波斯洛伊开出来，范戴克头球监控2比0。第43分钟还是角球3连杀，埃基蒂克摆渡，麦卡里斯特抽射破门。下半场第49分钟，绍切克的插上推射破门，为西汉姆扳回一城。但第71分钟，加克波通过内切破门，利物浦4比1领先。4分钟后，同样利用角球，西汉姆联的卡斯特利亚诺斯头球破门。比赛第82分钟，弗林彭在小禁区附近传中，造成了对方球员迪萨西的自摆乌龙。这场球啊，充分证明了现在的英超打的是真快，磨磨唧唧的曼城老传控行不通，而且领先后定位球必须得重视。今天早场的英超3场比赛，伯恩利3比4输给布伦特福德，进了7个球；利物浦5比2赢西汉姆联，进了7个球；纽卡2比3输给埃弗顿，进了5个球。3场比赛竟然加起来进了19个球。今天利物浦前70分钟整体非常流畅，斯洛特终于不踢过去那种磨磨唧唧反复倒脚的战术，但到了70分钟，双方球员突然脑子全抽了，一会儿你传给我，一会儿我再传给你，传来传去，双方20多个球员都把对方当自己的队友。当时那几个传球真把老 K 给看懵了。而另一方面，今天能进7个球啊，纯粹是阿森纳的角球挤地铁战术在各个球队生根发芽，落地开花。另外，今天小将恩古莫哈上来之后，他的步频是真快，单车踩得起火。小将上来只打了14分钟，但是真能突啊！所以相比于老将萨拉赫是真的老了，已经是真正的彻底的没有油，踢球也不像过去那么毒了。但竞技状态和真实的水平已经连加克波都不如。全场5个进球跟萨拉赫基本没有任何关系。
而加克波嘛，因为他的逆足确实太差，所以就只能内切，半个空门都能踢飞。但今天的内切射门，这种球也能打进。进球后，加克波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上半场他几乎隐身，就是给麦卡里斯特传了个倒三角好球。但是下半场的进球内切那一下，防守球员压根就没甩掉，对面2个人防的他几乎没有任何角度。就这样，竟然还不长脑子的选择强硬的射门，但运气太好，折射进球。而在场上，科尔科兹那么好的前插跑位，加克波仍然不传，这也说明了他的视野是多么狭窄。现在老 K 对明年的利物浦很期待，不知道加克波和萨拉赫谁给恩古莫哈腾位置，让小将多打些时间吧。而老将范戴克今天之所以能进球，因为在早高峰的地铁上，总有那么一个比别人都更高一点的。这个大高个永远是小禁区内地铁上最靓的仔，哈哈。但是另一方面，范戴克的年迈呀，这如果踢欧冠，就他今天的防守水平，估计要被打爆。好的，赛后主教练斯洛特也再次强调了挤地铁的重要性。他说呀，我已经说了大概500多次了，定位球真的非常重要。整个赛季我们利物浦都能获得许多角球，但在赛季上半程，我们在角球进攻中的得分很少，而且比赛中主要是因为定位球丢球。但最近几周，我们利物浦已经越来越能够利用定位球得分，比赛结果也就变得更好。所以我们经历过许多反过来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利物浦是表现更好的球队，但却因为定位球而输球。而今天乔戈麦斯这样一名既能踢右后卫又能踢中后卫的球员上场，也意味着我们利物浦在空中对抗有了更多威胁。所以定位球真的非常重要，哈哈。所以在阿森纳的带领下，在英足总和裁判们的默许下，现在周六周日的英超让大家在周末看了之后回味无穷，周一周二回到工作岗位，大家尽可以在早高峰的地铁中各显身手。无论你是范戴克还是戈麦斯，都请记住身高的重要性。而只有1.75米的法老王，他今天已经连续10场英超没能得分，遭遇个人生涯英超最长的得分荒。33岁的萨拉赫代表利物浦已经出场29次，25次都是首发，只有7个进球8个助攻。看他今天踉踉跄跄的样子，左扭左扭，右扭右扭，但就是过不了人。所以老 K 也释怀了，感谢他为利物浦过去所做的杰出贡献，他也是当之无愧的名宿。至于本赛季剩下的比赛，法老王你就好好享受吧，随心所欲就好。该下山的时候，本赛季结束就请您从山下走下来吧。到了年纪了，也该去沙特赚最后的钱。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在期待萨拉赫出现在下赛季的利物浦阵容中，我想也包括他自己。好的，今天这一场利物浦也取得了主场对阵西汉姆联的11连胜，而1个进球2个助攻的埃吉蒂克当选了本场最佳球员。小伙子来了利物浦，本赛季27次首发，各项赛事已经有16个进球6个助攻。半年前的夏窗，谁也没想到，最后的最后，埃吉蒂克成了夏窗转会后的大赢家。那么利物浦为什么最近在英超有那么多定位球进球呢？这主要是由于上赛季利物浦的定位球教练阿隆·布里格斯在去年年末已经离任。在他离任之前，利物浦本赛季的定位球进球数在英超联赛排名垫底，而且这个所谓定位球教练他也不是专业的，他最早在利物浦担任的是个人发展教练，也是从其他部门给调过来的。他以前是利物浦 U16 的带队教练，斯洛特因为瞧不上定位球，所以随便找了一个。而现在的定位球教练是分威集团强制安排的，必须要加入定位球战术。但也有一种说法，利物浦上赛季的定位球是助理教练海廷加在负责。去年夏窗海廷加走了之后，分威高层就没有给斯洛特配定位球教练，好像是随便塞了个心理辅导员给他。最初呢，利物浦是公开招聘定位球教练，但没有找到合适人选，所以把这个职责交给了布里格斯。去年夏天，利物浦引进了巴西教练路易斯·费尔南多·尤贝尔作为个人技术的主管教练，本意是想让布里格斯能够专注于定位球，但效果却不尽人意，所以利物浦做出调整决定，和布里格斯解约。好，今天的拜仁慕尼黑对多特蒙德这一场咱们是直播看的，多特蒙德上来就侵略性十足，各种犯规，看得拜仁的球迷是直抽凉气，生怕球员受伤。比赛第26分钟，多特蒙德在左路的任意球斯文松定位球助攻，施洛特贝克头锤破门。下半场第53分钟，基哥基米希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挑传，格纳布里传中助攻哈里凯恩破门，拜仁扳成1-1。第70分钟，斯坦尼西奇在禁区内一扣遭了点球，哈里凯恩稳稳主罚命中。
但比赛的最后阶段，大黄蜂发起了疯狂的反击，萨比侧传中，斯文松电射破门，2-2。4分钟后，多特蒙德把球顶出来，基米希凌空斩绝杀。所以本赛季的德甲至此，拜仁和多特算是都得到了圆满的结局。尤其是多特蒙德，上赛季来了一个超级业余的所谓主教练沙辛，当时把多特球迷的心都凉了半截了。但没想到沙辛走之后，科学家科瓦奇上任，他成功的把球员们捏合在一起，就像今天比赛里表现出来的士气一样。说真的，多特蒙德要是欧冠有这个劲儿，那也不会被逆转了。但是另一方面，就今天这几个绝佳机会，多特都能踢飞，被淘汰也不冤。多特蒙德也恢复了过去的窝里横时期，科瓦奇也属于窝里横，可谓是横上加横。不踢拜仁呀，大黄蜂浑身不得劲儿。10几年前，克洛普还在多特蒙德的时候，踢外战也是战略性放弃，但一到德甲内战打拜仁，总是重拳出击，搞得拜仁阵中的伤病一大堆，踢一场德比就要挂号好几个。所以多特蒙德球迷为什么自称我横？这横啊，就是窝里横的意思。12到13年，多特蒙德克洛普的青春风暴还是很厉害的，当时他们赢了皇马，进了决赛。但是也就那一年踢得最好，而且就是踢皇马那一次是踢得最好的。而那一年的1/4决赛，多特蒙德踢马拉加，多少是靠黑哨的帮助才过了关。只是马拉加小俱乐部球迷少，所以就这么遮掩过去了。而今天的施洛特贝克，今年夏天是留不住了，他要是去了皇马，绝对强。在他的带领下，本场比赛也是这赛季德甲最精彩的一场，强度拉满，哈里凯恩最后都拼抽筋了。最后拜仁有惊无险的拿下，领先优势已经达到11分。不过世界上的事儿总难是完美的，像今天首发打了89分钟的奥里塞，休息了几天，比赛少没有状态，上来之后脚感冰凉。虽然是上了场，但不知道在踢什么，让人想起了过去的萨内。好在最后那一脚传出来了，虽然最后一球是他传的，但休息这7天真不知道这家伙干啥去了。也就得亏德国没有太阳报，否则深娃娃这家伙过去几天的夜生活一定是个黑洞。好的，那么西甲巴塞罗那靠亚马尔的超神4-1拿下了黄色潜水艇。亚马尔才只有18岁，但现在真的有些众人皆醉我独醒，木秀于林的意思。今天这场比赛，一个亚马尔，一个佩德里，两位大哥就像穿了燕尾服一样，在场上翩翩起舞。佩德里嘛，那很明显是开了上帝视角，他踢球就像在玩实况足球一样，往哪儿突破，往哪儿直塞，往哪儿长传，全是最佳选择。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优雅。巴萨已经没有了布斯克茨、哈维和伊涅斯塔，但佩德里就像3合1，既有哈维的视野，也有伊涅斯塔的技术，还有布斯克茨的大局观。就光今天的两脚价值连城的手术刀般的直塞球，说真的，中场大师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差不多也都这个身高，讲究的是球踢起来的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我就喜欢把眼睛放在他身上，看着他轻松写意的给你变魔术。仅仅今天上来踢了替补31分钟，但他已经让你明白人们为什么喜欢巴塞罗那的足球。这是一种断档级别的美丽，大师就是大师。而亚马尔在18岁230天的年纪，拿到了自己生涯的首个帽子戏法。按照惯例，赛后他也将比赛用球带回家收藏。他也成为巴萨队史在西甲上演帽子戏法最年轻的球员。上个赛季亚马尔虽然也是巴萨大腿，但主要负责助攻。可本赛季至今，亚马尔已经13个进球，领跑巴萨队内的西甲射手榜。截止今天，他已经在俱乐部和国家队职业生涯中打进49个球，还有52个助攻，总参与进球数达到了101。18岁的亚马尔身价2亿欧元，希望人们永远不要拿梅西去和他比较，因为大家的类型不同。但亚马尔的踢球方式和他自己的足球的美感，那也是属于只有亚马尔才有的。今天他也成为了本世纪到现在首位在19岁之前就能在欧洲五大联赛打进25球的球员，而今天他打进了26个。士气高涨的巴塞罗那已经瞄准了周二的国王杯第2回合。就像赛后中场奥尔默说的，我们现在抱有希望，而且动力十足，相信我们周二能够做到。我们届时会感受到主场的热烈氛围。诺坎普已经证明过，史诗级的逆转是有可能的，以前就有过。那么3月3日，巴塞罗那对马德里竞技。好消息是，赛后主教练说佩德里有望首发。佩德里是一名对我们巴塞罗那非常重要的球员，他能用传球为我们梳理比赛，能控球，拥有他非常好。
而今天老莱万在伤停补时阶段打进的一球，也让他超越了名宿巴索拉，独占巴萨队史射手榜的第15名。在他前面还有13位克鲁伊维特和14位斯托伊奇科夫。老 K 觉得呀，超越这俩问题应该不大。而主教练弗里克也达成了执教巴萨的100场里程碑，成为队史第14位达成这一里程碑的主帅。值得一提的是，排名前3是克鲁伊夫421场244胜，里杰卡尔德273场160胜，米歇尔斯267场135胜，第4名瓜迪奥拉247场179胜。今天也是巴塞罗那拿到了本赛季西甲前13个主场比赛全胜的成绩，也让他们在俱乐部历史上第6次达成这一成就。在此之前只有1949年、1953年、1959年、1960年和1982年。而弗里克执教巴塞罗那之后，胜率达到了 75%， 队史第2，领先于瓜迪奥拉，但仅次于恩里克。恩里克 76.2% 的胜率。好，另外咱们关心一下世界杯的新闻，说是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已经敲定了世界杯巴西队名单上的18个人，现在没有内马尔，也没有恩德里克，剩下还有8个席位，仍然需要精挑细选。不过在进攻线上只剩1个位子了，竞争会非常激烈，因为恩德里克和拉扬都是主力9号位置的2大热门人选，这2人近期状态非常出色。恩德里克不用讲，他是从皇马到了里昂，正处于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阶段，进球不断。而19岁的拉扬，老 K 也介绍过，这位小将东窗刚刚加盟伯恩茅斯，就成为了英超联赛历史上第3位，在前3场比赛中每场都有进球和助攻的青少年球员。他在伯恩茅斯的开局非常好，替补登场对狼队的时候上演助攻，首发对阵维拉队又破门，然后在对阵埃弗顿的比赛中继续进球。来了才刚刚1个月，但是在电讯报的本赛季英超最佳引援中，他已经排名第20。在巴西国内，拉扬被誉为新的维尼修斯，这位身高1.85米的巴西少年，大家也必须要重点关注。好，另外巴塞罗那的拉什福德这里也有消息，曼联现在要求巴塞罗那一次性必须付清拉什福德的3000万欧元转会费，而拉什福德团队已经和总监德科进行了积极的会谈，球员现在愿意降薪，薪水不是障碍。但由于27年10月拉什福德即将年满30岁，巴萨的政策不会和30岁以上的球员签订长期合同，所以巴塞罗那很可能不会给拉什福德太长的合同。而巴萨自己本来想把3000万欧元分3年支付3期，每期1000万，但今天这个新闻曼联竟然需要一次性付清的话，那双方又得拉扯了。所以非常的感谢大家，欢迎您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也欢迎您点一个订阅，咱们明天再见。